凌晨的那句话，让整个直播间安静的只剩呼吸声。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我会。杨咪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直播间突然静了。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凌晨时段，雨点拍在窗户上的声音甚至盖过了直播的背景音乐。他坐在镜头前，没有滤镜，没有刻意的灯光，眼里有一点没睡够的红，却也有种说不上来的坚定。那一刻，无论在线的观众是在吃宵夜、躺着刷手机，还是半睡半醒，全都下意识屏住了呼吸。大家以为他要宣布什么不幸的事，以为他婚后5个月终于撑不住了，以为故事要转向那些常见的狗血情节。可是他停顿3秒后说出的下一句话，让屏幕上满是的弹幕全都瞬间停住。今后乃至永远，于龙依然是我会选择的丈夫。没有煽情，没有夸张，甚至没有背景音乐衬托。他只是很认真地，很用力地，像在确认自己的人生一样，把这句话说了出来。这一句比任何剧本都更有重量。5个月不算长，却能让人看清一个灵魂。婚姻5个月能看到什么？可以看到习惯背后的耐心，看到吵架后的底线，看到情绪里的真心，也看到生活最真实的部分。他说，5个月足够让我知道，他不是来演一个完美的角色，他就是来跟我一起过日子的。没有浪漫的日出日落，没有电影镜头的亲吻和拥抱，有的是他忘记带钥匙时站在门外傻笑。他生气摔门后，他隔着门轻轻说我在这，你出来再说也行。有的是早上2个人抢洗手间，抢牙膏，却又同时忍不住笑出来的瞬间。这些细碎的小事，在别人眼里平常的不能再平常，可对他来说，就是爱情落地成真的样子。他说，5个月没有把我们变好，但让我们变得更真实。他对我太好了，不是炫耀，是一种从骨子里冒出来的踏实。很多人觉得他是在秀恩爱，可只有经历过冷的人，才知道被温暖包围是什么感觉。他说，他对我太好了，那种好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是我自己每天都能感觉到的。比如，他会在他直播到半夜时，把水杯悄悄换成热的。会记得他不吃香菜，不吃辣太多。他情绪低落时，他不会问又怎么了，而是先递纸巾，再等他开口。这种好，没有仪式感，没有表演成分，是日常生活里一处处被放大的细节。正是这些细节，让他从一个对婚姻恐惧的人，慢慢变成愿意去相信未来真的可以有人陪你的人。爱不是表演，而是不计较，不撤离，不离场。他说自己脾气不算好，甚至可以说有点幼稚。但于龙从不会在他情绪不稳时说你能不能成熟一点。他会静静坐在旁边，让他把心里那些乱糟糟的东西慢慢沉下来。他怕黑，他就把家里的灯换成柔光。他爱乱想，他会在他情绪不稳时把手机放下，安静地说一句我在。不是英雄，不是拯救，而是稳定。他说，真正的爱不是演出来的，是每天都在验证的。悲伤还是开心，他都在，一句话击中无数人的心。他说这句话时，眼睛里的光特别干净，那是一种终于有人愿意接住我的安定感。他说，以前我的情绪只有我自己扛，现在无论我状态好坏，他都愿意站在我旁边。快乐有人分享，痛苦有人陪伴。对一个曾经害怕孤独的人来说，这比我爱你有时候更重要。因为这代表，你不是一个人了。你的人生，从某个时刻起，有人愿意一起承担。外界误解汹涌，但他的声音比风暴更坚定。他那句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我会，刚说完时，屏幕弹幕几乎炸开。出问题了？他这是在暗示吗？要离了吗？短短几分钟，话题被拉向各种方向。但他只是很冷静地说，我没有抱怨，我只是想把心里话说出来。在这个动不动就被解读、被怀疑、被揣测的时代，他的坦诚像一杯冰水，把所有喧哗浇灭。观众慢慢安静下来，听他讲完。有人说，他不是在秀美好，只是在讲他终于遇到温柔了。
也有人说，原来普通的婚姻也可以这么治愈人。他承认以前的经历让他对婚姻有阴影，他怕被忽视，怕自己不够好，怕爱会慢慢变质。他说，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结婚的事。但于龙不是用我会对你好来感动他，而是用时间和行动一点点让他相信，有人不会离开，有人会一直在。他说，他没有改变我，是他让我重新相信了幸福。这是最动人的地方。他说一句特别真实的话，我们也吵，而且还挺频繁的。但吵完后，他们会坐下来，好好的把问题解决，不逃避，不敷衍。他固执时，他会冷静；他情绪上头时，他会让步。不是谁压着谁，而是两个人往同一个方向努力。他说，婚姻不是遇到最合适的人，而是慢慢变成互相合适的人。有人说，婚姻会磨掉一个人的棱角，甚至让人失去自我。但他没有，他变得更自信，更稳定，也更敢面对过去不敢面对的事情。于龙没让他依赖，而是让他成长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，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里的样子，你就是你。这句话给他力量，让他踏实地走在自己的路上。他说，我不是选择婚姻，我是选择这个人。她不是嫁给一个理想，也不是嫁给条件、未来或某种设想，而是嫁给一个在风雨里陪她一起走的男人。她说，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只会希望更早遇见他。这句太真了。她的故事没有跌宕剧情，也没有极端冲突，却偏偏因为真实而让无数人沉默。幸福不是烟花式的，是灯泡式的，不耀眼，却常亮。他的婚姻就是那种让人慢慢感受到温度的存在。在充满八卦和戏剧化情节的时代，大家总以为婚姻不是完美就是破碎。可他告诉我们，婚姻可以平静，可以温柔，可以慢慢好，也可以治愈过去的伤。他说，真正的爱是你想到未来的时候不再害怕。直播结尾，他重复了一次那句话，今后乃至永远，我还是会选择他。不是誓言，是经历后的确认，是争吵、理解、习惯、包容后的结果，是生活给予他的最真实的爱。听完他的故事，很多观众在屏幕前也沉默了，不是羡慕，而是被这份真实击中了心。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渴望一个不会离开的人。谢谢你愿意听完。如果你读到了这里，我真的想说一声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听一个女孩最真实的心声，也希望这段故事能带给你一点力量，一些温暖，或者哪怕只是片刻的安静。如果你愿意，欢迎你在评论里告诉我你的故事，你的感受，你正在经历的心情。也别忘了点下订阅，让我们继续一起分享人生里的每一段路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